你现在看到的是整个人类拍卖史上卖的最贵的一张画。2017年的纽约，在一场公开拍卖中，它以 4.5 亿美元的价格成交。这张画的标题叫做救世主。咱们能看到在画面上是一个正面直视观众的耶稣基督的形象，他一只手举起，做出一个祝福的姿势，另一只手呢握着一个象征天堂的水晶球。这张画的构图是非常克制的，它没有震撼的戏剧性，也没有宏大的叙事。但问题是，它的作者是莱昂纳多·达芬奇。达芬奇这个名字在艺术史上本身就是一个极度稀缺的资源。为什么说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呢？因为全世界公认的现在留下来的达芬奇的真迹原作只有不到20幅，这说的都是完成了的作品啊。达芬奇的手稿那有很多很多，但那个不算在这里面。而且在这不到20幅作品里呢，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被各种博物馆永久收藏了。比方说蒙娜丽莎，它是不可能进入拍卖市场的，它收藏在卢浮宫里。所以达芬奇的画还能在拍卖市场中流通的几乎为零。也就这个原因，当达芬奇的这张救世主出现的时候，整个拍卖市场都明白了一件事儿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竞价，这是一张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出现的门票。这张画呢，它本身充满了争议，有人觉得它被过度修复，也有人觉得它并不是真的出自达芬奇之手。但这些争议并没有压低它的价格，反而呢更加推高了它的价值。就好像买家追求的已经不再是100%的确定感了，而是一种历史参与感。这张画的最终成交的买家呢，也不是私人收藏家，而是国家级别的资本。所以准确的说，这张画它是被纳入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叙事之中。这也是为什么救世主的价格会彻底抛开毕加索的作品。毕加索最贵的画大概是 1.79 亿美元成交的，这张救世主几乎是双倍碾压了毕加索的作品，并且还有富裕。但这个呢，并不是哪张画更伟大的问题，也不是审美高低的问题，而是因为达芬奇能流入市场拍卖的作品实在是太少了，所以物以稀为贵嘛。再一个呢，达芬奇的作品本身它也具有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。那些真正伟大的文艺复兴作品，他们几乎从来不会出现在拍卖市场，他们早就被锁进了博物馆或者是教会的收藏体系。所以救世主这张画呢，它就是少数的还能被标价的，并且出自于文艺复兴最顶级的大师之手的作品。所以当有人买到这张画的时候，他买到的不只是一张画，他买到的是文艺复兴的象征。我觉得也就是这个原因吧，所以达芬奇的这张救世主成为了人类拍卖历史上最贵的一张画。好，刚才这就是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孤山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，这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